哎，大家伙儿早喽！7月1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啊，又跑到城市的南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Strava， 每一部视频的描述区都有链接。我的 Strava 是隐藏了起终点附近半径1公里的路线，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跑这条路。如果您来日本旅行，给大家看看前面啊。如果您来大阪旅行来玩儿，如果您就来几天，想把景点啊或者是有名的商圈都转一转，我的建议是，在我现在跑的这条路，我这条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在这一条路以北选择住的地方。你看我现在开始往南跑了，这个地方差不多叫新津宫这个车站。一会儿过了这路口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大家看这边的街景，还有这边街上的人流，是跟城市里很不一样的。你看，比方说垃圾，虽然这儿离通天阁非常近，就几百米，就比通天阁向南了几百米，但是再往前，城市就是另一番景色。对，大家看路边这些人都是等着，就流行那点词儿，比方说像日结，或者说是社会补助各种。我看每天早上起来有人拿表在这登记，他们就在路边坐着，然后叼个烟看着你。但是这边便宜啊，不过日本还是很安全的，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就没人理你。这边再往南，就再往那个方向，就是大家总听说的天下茶屋那一站。因为来大阪落地都是关西机场嘛，关西进市内，天下茶屋是个比较大的中转的地方，然后是南波，对吧？这边特别的有意思，看这些到晚上都是小的居酒屋，还有酒吧，还有一天一结账的旅店，然后餐厅什么的都非常便宜。这边就如果您来通天阁，可以往这边走走，来转一转。但是特意来玩就没有太大必要，这什么都没有，就是生活区。你看像这种日出这超市24小时的。行，一会儿聊，今天聊聊马拉松的事儿。为什么喜欢往南边跑呢？就是这一路没什么坡，从我家到大阪城到这儿正好2公里，基本上得有将近70-80米的爬升，我估计，因为一直在上坡，虽然坡不大。然后横着这一条路还有那一条路又是一直在下坡，然后回家的时候呢要先经历一个大上坡，然后快到家之前会有一段下坡。这跑步你别看这坡不陡，2%、3%的坡就挺难受的。我在这等一下这个红灯。有小伙伴说破3以后的训练是还要继续像之前那么练才能稳定住成绩，还是说可以放松一点保持？这个怎么说呢？
虽然我老说马拉松是上台阶儿，但是并不是说您破了3，把训练量降低就还能稳定住。这什么概念呢？破3就是4分15以内的平均配速，就破3了，对吧？你要是4分以内的平均配速呢，就是250。3分54呢，差不多就是245、244吧。然后想破240就是3分47。但是在实际比赛中呢，差不多都要往前加3秒到5秒，因为你不可能跑一个很准的42.195。也就是说，你得具备4分10的巡航配速的能力，就能稳定的破3。我的观点，先说观点啊，就是破3之后，你的训练的努力程度，其实取决于您破3之前是怎么练的。就是你说我就要100%稳稳的跑进3小时，很努力训练1年，比方说你450公里1个月或者500公里1个月，那我认为如果您的目标就是稳住破3的话，那保持在400公里1个月就很稳。说实话啊，300公里1个月不稳，真的不稳。350以上至少了。就普通人，我说的就是我这个身体条件，我这个天赋和资质的人，否则真的是很难保持住的。我相信大部分人很少有说还没破3，然后开始练，每个月跑400-500公里，跑了1年半，然后去参赛，然后很顺利的破3，之后再降低强度稳住，很少有这样的小伙伴。一般都是一步一步往上加，可能在您350公里或者是300公里多的时候，您又跑了几个月，正好天时地利人和，您跑了2小时58或者2小时57，甚至其实我的第一次破3是自测的一个线上马拉松，北京线上马拉松，我跑了2小时51。当然那是手表记的42公里，虽然没有偏，而且我选的路线还不错，也没赶上红灯，有家属给补给，8公里一个补给。但是很少有小伙伴是这种情况，因为参赛的少，你要是1年参赛2场，你第一次破3应该就是卡在破3的边上，大部分人可能会在2小时55到3小时之间。在这个时候让您再跑一场，不一定能稳定破3的。我的建议是破3之后，借着这个心气儿，昨天咱们说的吊着一口气嘛，再努力训练1年，把自己的成绩训练到2小时50以内，就是4分的配速跑完全程马拉松，然后您就可以稳定一个月跑量和一个训练节奏。而且到这时候其实也不需要您稳定了，您已经就是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节奏，对吧？所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马拉松很少有刻意的一些东西。当然了，专业运动员肯定是有教练安排，有阶段，有课表，有目标。我说的就是普通人，普通人在马拉松这条路上呢，就是跑啊跑，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能跑这么长了，又有一天发现自己能跑这么快了，然后呢慢慢呢跑步就从一件辛苦的事儿变成了一件虽然还有点辛苦但是很开心的事儿，它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了。你们看刚才持续这几百米全是下坡，而且坡挺陡的呢，就等于我把我刚才2-3公里积攒的这个重力势能全都释放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前半段现在再积攒一下，就是刚才那条横着的路，到
大阪府警察本部那儿，从那儿到家大部分都是下坡了就。你看这一片跟刚才南边那一片，或者西南那一片的景色就完全不一样吧。所以大阪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要是再去到梅田那边，就觉得特别的更加像大城市。但是整个其实也不远，你看从刚才我说那条街南边那条街到这边的直线距离也就是3公里，然后从这条街的就是南北方向啊到梅田也就是3到4公里，然后再往北3到4公里就出了大阪市了，就另外的市了，过了那个电川河。为什么我老说3小时是很多普通爱好者的最终的一个点呢？就是这样，就是其实你发现你在破3之前的训练，其实都不能叫训练，就是在跑啊跑啊跑，很多人就是跑啊跑啊跑，跑到250公里以上1个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意识的增加一些课，训练强度课。到了300多公里呢，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特了不起了，然后开始参赛的时候呢，会有焦虑，觉得自己都跑这么长了，每个月一定要拿个好成绩，对吧？有的人一次成功了，有的人一次失败了。但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你在300公里以上1个月跑下去，早晚有一天你能跑3小时以内。进了3小时以后，就是另外一个事儿了。3小时到2小时50是一个我觉得区分速度耐力的一个界限，就是4分15到4分。因为一般人一听4分钟巡航就很厉害了，一听4分15好像还可以。之后2小时50到2小时40之间，就我不太认为2小时55和2小时45是2个坎儿，这2个坎儿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就平稳就能度过。我的第2场正式比赛破3就2小时44了，而且其实那天的身体状态后来我分析还能再快一点，一是天气热了，后边大风，然后相对有些保守，但是2小时40就不是谁都能进的了，大部分人会卡在2小时40到2小时42，可能就卡住了。破了的呢，也无非就普通人啊，破个1-2分钟，最多了，2分钟就很了不起啊，2分钟120秒，看到40公里的话，对吧？每公里3秒呢。行，差不多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也给小伙伴们打打气。3小时是不是目标？3小时是目的地。对，所谓目的地就是我今天出门，我不管多远多麻烦，我终归能到。3小时不是目标，2小时40才是目标，所以目标就有可能实现，有可能不实现，是吧？行吧，加油干啊！进大阪城绕一圈，看看老哥回来了能不能碰见。你们看远处可能镜头拍不着，又在排队星巴克那儿，太厉害了啊！加油干啊！哎，7月10号星期一清晨7点12训练结束啊，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第2个训练日，1小时43。今天一开始可以压速度了，特别热，平均配速4分55，心率139，功率199，步频197。昨天跑完步回去，雨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下到快中午的时候停了，下午大概2点多又开始下，一直断续下到晚上。这边就是一下完这个大雨就特别的湿热，燃起蒸，然后远处的楼都在雾里。你们看我脸上这汗，
夏天就戴这么一个魔术头巾缠手上，就擦汗了，回去一头干的也快。有小伙伴都问这个心率带，这就是 Polar 那个 B 带，你就看最贵的那个，最新的那个，但是其实也不是最新特别新的了，也是1-2年前的产品了吧，应该是，至少得1年多前了，还是不错的，就是精准度啊、反应啊都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夏天戴这个要比戴胸带舒服多了，而且也好看。像这种背心你戴胸带这儿是能看见的。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训练。你们看，就我现在的这个训练的节奏和训练量，还有强度，我其实是就是距离240是有差距的，我应该再努力一些。我现在的水平能维持什么呢？应该能维持在2小时45到2小时50之间。就如果去比赛，正常发挥，不用担心，不用紧张的情况下。就是正常跑，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就是你们看到我东京的那个水平。最后呢，还能聊聊天、放一放或者冲一冲。波士顿是因为有特殊情况，时差呀等等。想再进一步，想到稳定在240到245，我觉得我得再把训练的强度，就是量和强度综合啊，再提升15%。如果想稳定能够进240，不能说稳定，想有机会进240，要再提升25%，再努力吧。因为那一年为什么我放弃了后来连续的500公里，是因为500公里虽然跑量是500，但是强度课的质量下降了，就是我没有那个恢复的能力，身体上也跟就是生活习惯呀、作息呀都有关系。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你很难说就一下我就那么做了，虽然是能做到的，但是也要考虑心理和心态，对不对？所以现在才调整，再试吧，希望能螺旋上升，就是总量没有500了，但是强度课的质量上来，然后再慢慢的把量往起拉一拉，靠强度课的量往起拉一拉，因为原来跑强度的时候距离短。行，那就这么着，这周3还是去参加合练，对，合练就是后天第4个训练日，所以第4个训练日我们就不回评论了，就拍合练，然后明天我们回评论，好吗？那就这么着，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加油下训，炎热的夏天努力过去，秋天就有好成绩了，加油干！